不想让大家等太久了，所以就提前开直播了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我刚睡醒，还有点脸有点肿，刚睡醒。最近，因为我前段时间得了那个病毒，然后感觉这几天就开始脸上开始长痘痘了。长了好几颗痘痘。今天发专辑了，大家听歌了吗？听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跟那个 live 版的还是有区别的？我还没看，我自己还没买，还没来得及买，发的时候在睡觉。昨天喝多了，喝到了上午，喝太多了。我看一下，我要给我发。我看一下，我要给我发。戒酒博主搞抽象。开场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华晨宇，好久不见啊！今天是1月10号，是什么日子呢？对了，我的第6张个人专辑《量变临界点》今天已经上线了，大家都听了吗？最喜欢哪首歌呢？喜欢哪首歌呢？温暖的房子，晨光有你，还有呢，不重逢，人之爱。特修斯的船，风之海，怪诞心理学，小火焰。小火焰是小火焰是什么来着？永不熄灭的火焰。小美丽，小美丽又是什么来着？尚未知道美丽。
小普通，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。鸡窝蚕蛹，鸡窝蚕蛹是什么东西？这么耳熟啊！鸡窝蚕蛹还是我有这样唱过。其实，就是我们今年做的这张专辑呢，会发现混音其实和以前不太一样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区别，就是我以前做专辑的时候会把那个就是人声尽量做到就是像那个 live 的感觉，像现场的感觉，所以我会挑一些唱的很像现场的那种轨道，然后包括在做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做后期混音的时候，也会把人声的那个混响会做的像在听现场一样。
然后，但是今年这张专辑就是第6张《量变临界点》，就是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区别还跟我们之前在演唱会上唱的那个 live 版的区别还是挺大的，就是人声会更干一些。因为这个我跟郑楠我们俩讨论过，就是觉得还是就是今年这张专辑我们想换一种方式，就是让它更加的就是让它区分开来，所以人声会变得会偏干一些，然后就是会干，然后听起来会像在耳边说话的感觉。然后 live 版就会混响会变得更大一些。对，然后专辑里面就会很干，人声会偏干一些。比如说那个特修斯的船，你们可以听的时候会发现人声会比live 版要干很多，但是我们在演唱会上唱的时候，那个混响其实是要大一些，会在现场听会好听一些，但是专辑里的话就会越干越好，就有一种讲故事的感觉。还有温暖的房子也很干，声音会很干。就会有一种讲故事的感觉。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，比如说，那个，我想想，我记得有一些地方加了一些特殊的一些效果。我想想是哪一首来？怪诞心理学，怪诞心理学加了一些特殊效果，就是那个呃有一个转音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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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世界多和平美好，它有一个这样的。live 版是世界多和平美好，它是一个正常的转音嘛。然后专辑里就变成了好，做了一个效果。对，就会变得比较有趣一些。我记得好像有一首歌好像做了个失真的效果，人声还做了一个失真，但我忘了是哪儿，好像也是怪诞心理学吧，还是想不起来啊。对，这个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区别。没有断网，我刚刚把手机切出去了，然后又切回来了，还有点冷，我感觉。陈宇是什么梗？为什么叫我陈宇啊？这个，这个不是我家里人喜欢这样叫我，好像。怎么突然变成陈宇了？这什么？这是个什么新梗啊？我们不是家人吗？我们不是好兄弟吗？说好了兄弟们呢？谁跟你兄弟？
什么要叫成语啊？怎么突然变成成语了？谁来给我解释一下？看看。成语，俺是村里来的，最中意你这样的。好的。哪个村儿？我隔壁村吗？火星村的。火星村的。我们都是好村友。聊一聊，看看啊，聊一聊量变临界点的概念。量变临界点的概念，其实这张专辑这个名字，首先这个名字是不是大家肯定没有想到吧？感觉你们应该想了10000个专辑的名字，应该猜不到会是这个吧？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怎么讲呢？就是之所以叫量变临界点，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量变，就是量变，然后但我想是应该要叫量变什么什么什么会比较好。后来讨论了很久，就是后来就是和大家一起讨论嘛，然后同事们一起讨论，然后当时就有一个企划老师他提出了一个临界点这个概念，然后我一听到临界点这3个字，我就觉得哎，对，这临界点这个是符合我想要的那个效果，然后我就决定了要叫量变临界点，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。然后之所以一开始会想要叫量变的这个意思，主要是这个大家应该知道量变吧？量变到质变嘛，对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对。然后因为这张专辑其实它是有一个变化的，就是基本上很多歌曲都在讲一个量变概念，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是一个问题，就是结果是落在了一个问题上，没有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，而是一个在变化的过程。比如说像不重逢，它就是一个接受自己的一个改变嘛。然后包括特修斯的船，它讲的不也是一个哲学概念？然后就是这个船在发生了变化，发生了变化之后呢，它还是不是原来的特修斯的船呢？就是当它把整个零件全换掉，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问题。然后也是在讲，就是说包括还有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，尚未知道的美丽，然后都是在讲一个有一些是不同的活法，就是你要怎么活，就是你要选择过一个用一种比较看似普通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但是会过得很平稳，这样也是一种就是简单的幸福。那有一些人可能就喜欢要去
让自己的人生很精彩。然后比如说背着包就出去旅行，然后去环游世界，去看这个世界自己没有发现过的一些美好的事情，让自己的人生不断的去体验新鲜的东西。然后这也是一种活法。对，所以说像这些歌曲其实都是在讲给了你一个选择题，但是没有给出一个答案来。对，如果是一张质变的专辑的话，其实就会给结果嘛，就是我就直接就不跟你分享这么多的选择题了，就是直接告诉你这是一个人类的终极活法。对，终极意义。虽然这个质变，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反正我这一年一直在思考这个，然后但这张专辑我觉得很难写。所以我觉得下一张专辑可能要花很久来写来创作。所以应该不会是第7张专辑啊，也可以是第7张，但是有可能会先发第8张。就是因为第7张要花很多年来写，所以中间可能会写一些别的歌吧。但是不是讲那个所谓的质变的那张专辑。对，可以中间写一些分享一些好玩的东西跟大家，然后就写歌。对，因为我觉得那个逻辑闭环太复杂了，要讲的东西。我每天只要一想到一个观点，然后我就会把它备忘录记录下来。但这种会有点辛苦啊，就是因为怎么说呢，就是因为要就是叫什么，打碎自己以前的固有观点，也可以说是三观吧，就是然后来重塑自己的三观。那重塑自己的三观的时候，相当于要连世界观都要去发生改变。那你知道，重塑世界观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，因为它会打破很多时候你的固有观点嘛，然后甚至会就是现在不能聊那么多。简单来说就是但是一旦打破了这些观点之后，就是会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会让每个人都喜欢的，会变成一个，因为会感觉会就是有时候会跳脱出一些规则。对，但那样可能可能会在很多人里面不一定是个好事情。对，手腕怎么了？手腕这里吗？这是 Purple 抓的。Purple 抓的。然后还有一道口子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应该是反正我有一次喝多了，然后我第二天醒来手上就有一道，
可能是喝多摔跤了吧。另一道是上次拍那个杂志的时候，Purple 有点吓到了，因为 Purple 其实他好像没有见到那么多人过，所以突然一下见到那么多人，猫有时候会有点那个叫什么应急反应吧，有点害怕，对，硬逼着他工作，当时是那种怎么说呢，就很心疼他，对，但拍出来效果还是挺好看的。有点像那种就是叫什么，就是你不想拍，不想拍照，非要家长非要逼着他去拍照的那个感觉。后来拿猫条哄他，哄完之后就好了。哦，对，猫不喜欢橘子，所以它是，我想起来了，哇，完了，当时我忘了，他说不喜欢橘子啊，我以后再也不要拿橘子放他面前了，我把橘子就戒掉，不吃了，免得他看到心烦。朋友每天太黏我了，他是属于那种必须要跟我，他必须要，可能他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德文猫那个毛比较短，所以它可能会有点，我感觉它是不是有点怕冷，还是，所以它睡觉的时候是一定要跟我一起睡的，它要在被子里面睡觉。我一开始我记得我刚养泡泡的时候，我因为我又不想让它上床，然后我就我就每次陪它睡沙发嘛。后来现在也破罐子破摔了，想算了，它既然喜欢躺在床上，那就躺吧。而且每次是那种，就是我说它好像能听得懂，我说泡泡睡觉了，然后它就会主动的，就是去进那个房间里面，然后就是它会主动去那个抓那个被子，要进被子。我有时候在想，我在他眼里面有没有可能，他觉得我是他的宠物？猫有时候可能真的会把人类当成宠物，哎，我感觉，然后你就会心软，它一叫，你就要给它，它找你要吃的，你就要给它吃的，然后那不就那不就是宠物逻辑吗？它太胖了，泡泡现在有点胖。我有时候要想让它减肥，然后
控制他的那个每天的那个餐食嘛，饭量。然后，但他就很喜欢，因为他知道有一个柜子是放那个就是零食的，就是一些猫条啊这些零食，然后他就会冲着我叫，就感觉要骂我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就冲我叫呢，我说啊怎么了？他就会带我去那个柜子那里，然后就站那个柜子口那里，然后就一直冲着我疯狂的叫，要让我给他拿零食吃。但我又想让他减肥，这个就很矛盾。和我一起健身，锻炼他健身啊。他感觉，我觉得派派不算是那种懒猫哎，他，我感觉也不是那种天天爱睡觉，他喜欢跑来跑去。戒酒了吗？我每天都在戒酒啊，每天都要戒酒，每天不是在戒酒，就是在戒酒的路上。真离谱！我昨天竟然能喝到上午，从晚上喝到了早上，上午啊，真离谱！少喝点儿。我不，我放假了，我现在放假了，我要叛逆。好不容易放假了嘛，放假就应该开开心心的放假，放假就认真放假。健身，对啊，健身喝茶，每天，然后喝完茶，吃点儿比较清淡的饮食，就是，我这次放假好像，没有胖太多，只胖了一，叫什么？我想刚刚称了，1公斤，对，胖了1公斤，还算比较控制啊。
最近喜欢吃一些那种不是很油的东西，就是叫什么比如说蔬菜空心菜，喜欢吃空心菜，最近，然后还有还有一些生的一些鱼肉啊，还有生的牛肉，好像吃这些都不是很胖。因为没有什么油脂嘛。哦，我肚子叫，你们听到了？你们竟然听到我肚子叫了，真离谱！我刚起床，我还没吃东西。一聊吃的，我就感觉我有点饿了。喝点热水吧。感觉我每天要养生又不养生了，看起来要健康又没那么健康。朋克养生。烧个热水喝吧。谁说糊面包？我那都已经多少年前的事情了。我现在做饭还可以，我现在做饭还可以，但我家好像没有什么食材。我看有没有什么食材。没有，没有食材。有牛肉，只有牛肉，只有牛肉。还有烤肠。哦，这个是我家人给我寄的那个腊肉，好像是。没有。煎牛排还要解冻啊，还要解冻啊，解冻了好久。我不展示我的厨艺，下次吧。下次。我还没醒酒呢，就要起来做饭，太辛苦了。
点个外卖可以，我等下点个外卖吃吧。我觉得家里有点冷。开了，我开了那个什么地暖。不能喝烫水，为什么？哦，喝水不能喝太烫啊。那那我就兑点凉水吧。哦，为什么不能喝太烫的水啊？哦，对食道不好。哦，伤胃。哦，长知识了，谢谢大家提醒。对胃不好。我兑了一点凉水。刚刚还要再说点什么？有一个简单的台本，问问要聊聊什么话题。回应买单，买单是哦哦啊，对，因为上次是去了支持了一下小茂。既然我都去了嘛，当然要好好支持一下了。兄弟亲一个。演唱会见吧。3月份的时候，直播的时候亲一个感觉有点怪不好意思的，怪害羞的。演唱会的时候，长痘痘可能是因为病毒吧。
今年10佳什么？服装造型吗？你们选了10佳，又选了10佳。我肚子叫了，你们能那么小的声音，你们也听到了？好吧，看来这个叫什么微博的这个直播真厉害，还能收声收的这么好。我等会儿吃饭。感觉大家都很着急。晨光唱错了，什么意思？晨光歌词唱错了？啊？什么时候？我没唱错吧？是我唱错了，还是歌词错了？哦，已经改了，改过来了是吧？哦，要把下载的删掉，然后重新再下新的就可以改过来了，已经改好了。OK。哦，给唱成了这世界，给世界留下一抹温存。哦，好的，改过来就行。吓到我了，没吓到，没吓到。没吓到，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呗。我觉得我那个流感应该，反正我觉得这次还挺猛的，就是我嗓子第一次感觉到发不出声音来。我记得跨年的时候，跨年晚会的时候，那个跨年演唱会，我当时就是不敢太用力的唱，因为我的声带有点闭合不了，当时那个病毒弄的，就是就是一旦唱那种很高或者高音啊什么的，就很容易破掉，因为它闭合不了嘛，然后就是所以我当时要控制那个力道，就是控制那个力量，让自己尽量的不那么
用力，对，然后因为闭合不了嗓子，声音就有点控制不稳定，对，所以一直在尽量的去避免出问题。吃了药啊，吃了很多药。我现在应该是病毒已经好了，但是那个就是会时不时的会咳一下。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就是反正就是每次好了之后，它会有那个后面会拖很长时间嘛，就是那个咳嗽啊什么的，就偶尔会干咳两下。唇钉，哦，你说那个专辑的封面吧？专辑那个当时有做了一个那个一个弄了一个唇钉的造型，但那个唇钉是你叫夹上去的，加上去的，它不是那个真正的钉子。有唇钉会不会漏水啊？漱口什么的，喝汤的时候水会漏出来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有打过。但挺酷的，我觉得唇钉。会漏水啊？啊？会吗？用力的话就会，就鼓那个包补这样的，然后就会漏水啊。想到那个画面应该挺有意思的，不能细想那个画面。别打，不要打唇钉啊！我不想漏水，如果会漏水的话就算了。我喜欢那种认真的吃东西就可以认真的吃，但我觉得挺酷的那个专辑的那个造型。不会漏水啊？不会漏水，不会漏水，那哎，可以考虑一下。非主流什么非主流小话上线。再加一个杀马特，哈哈，我觉得杀马特挺好的。现在如果让我再回到那个年纪的时候，我还是会选择要做那个杀马特的事情。
就是弄一些很奇奇怪怪的造型。因为我觉得人是需要在成长过程当中，都是在不断的去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。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而已。对，对啊，存在价值还挺重要的。我觉得在人的成长阶段是需要的，因为这样的话会，我觉得入了社会之后会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会变得，可能会比别人要更。会变得比较强，对，因为要实现存在价值嘛，很多时候会不甘心，会想要太平庸的生活，然后在一个职业的领域里面就可以变强，变得比较突出。几点了？啊啦啦，啊啦啦，去吃饭了。OK 啊，我去吃饭了。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。好像有一个下播，刚刚我记得我有刷到，不是刷到，就是刚刚我看了那个，有时候下播结尾加祝福，谈及自己2025年的新年愿望。新年愿望，希望自己和亲朋好友们身体健康、开心快乐，然后自己能创作出更好的音乐，一切顺利。也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快快乐乐。新年快乐，咱们演唱会见。
新年快乐！我们演唱会见了。3月份，3月几号来着？我忘了，反正3月份，在那个福州。哦，3月8号 ，OK 啊，3月8号我们在福州演唱会见了。拜拜。拜拜了。拜拜。演唱会见了。拜拜，兄弟们。拜拜。拜拜。